嗨，我是 You，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要说的内容是5个财富自由的阶段。看完这期视频，你将知道实现这5个财富自由的阶段需要多少的钱。金钱是我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很多事情都无法解决。金钱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很轻松，但如果我们缺钱，就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非常的艰难。很多人都想在最快的时间内实现财富自由，但是他们却不知道有多少钱才算是财富自由。我曾经也以为财富自由是遥不可及的事情，认为财富自由需要很多的钱，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其实想要实现财富自由，并没有我们想象的这么的困难。实现财富自由的金额是可以算出来的。财富自由并不是说你拥有了被动收入，你就财富自由了。如果你拥有的被动收入不足以去支付你的基本生活开销，那你就不算是财富自由。那么财富自由需要多少钱呢？以及财富自由的5个阶段又是什么呢？这就是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话题。财富自由的第1个阶段就是财务安全。财务安全是指当你没有了工作，你还是有一定的被动收入来支付你平时的基本生活开销。达到这个阶段，你就不会因为失去了工作没有了收入而感到焦虑，因为你有其他方面的被动收入来源。你需要算清楚你每月的基本生活开销是多少，这样你才能知道每个月需要多少的被动收入，才能让你实现财务安全的这个阶段。当那些最基本的吃衣住行用的费用不需要你再用时间跟体力去换取的时候，你就达到了财务安全。对于上班族来说，工资是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一旦失业，他们就会普遍的感到焦虑。对于那些有副业、有收租、有投资的人来说，他们就不会那么的焦虑，因为他们有一份其他的被动收入来支撑他们的基本生活开销。达到财务安全这个阶段，意味着你的被动收入刚好能维持你的基本生活开销，但是没有买奢侈品的能力，更不能有意外的事情发生。如果发生了什么意外，财务安全这个阶段的人就没有足够的钱来应付这些意外。这个阶段的人可以只依靠投资的被动收入来维生。从长远来看，这个阶段的人没有足够的钱来旅行、来买车，或者是买新衣服等等的消费。财务安全这个阶段的人很难拥有高质量的生活品质。财务自由的第2个阶段就是财务活力。当我们的被动收入达到财务安全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想办法让我们的被动收入提高到财务活力这个阶段。财务活力这个阶段需要你有更多的被动收入，也就是指你的被动收入除了能支付你的基本生活开销外，还能让你有一些钱去做投资，或者是做一些娱乐活动，或者是买一些奢侈品等等。这个阶段的人拥有不错的生活品质。想要达到财务活力这个阶段，最好让你的被动收入每个月能产生比财务安全多1倍的钱，这样你才算是达到财务活力的阶段。为什么说我们必须达到财务活力这个阶段呢？因为在当前的物价水平下，你可能在第1阶段的被动收入足够支付你的基本生活开销，但是经过每年的通货膨胀让货币贬值的情况下，你的第1阶段的被动收入可能就不够去支付你的基本生活开销。所以只有把你在第1阶段的被动收入翻倍，这样才能确保你在通货膨胀还有货币贬值、物价上涨的情况下，被动收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仍然可以持续的支付你的基本生活开销。当你达到了财务活力这个阶段，如果在这期间你能把一部分的被动收入拿去做再投资，你的资产会不断的扩大，那你的被动收入就会每年的增加，并且只要确保每年增加的被动收入的百分比能跑过通货膨胀，这样下来你的被动收入就能一直的维持你现有的生活水平，让你长久的保持财务自由的状态。所以第1阶段的财务安全只是我们实现财务自由的第1步，因为第1阶段所产生的被动收入在通货膨胀的影响下，长期下去就不能维持我们的基本生活开销了，也就不能长期的保持在财务自由的状态。所以第1阶段的财务安全只是我们的短期目标，我们应该让自己至少达到财务自由的第2阶段财务活力。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被动收入，可以去看一看我的这个视频。这个视频会让你知道什么是被动收入。财富自由的第3个阶段就是财务独立。财务独立是指一个人有足够的钱，然后他每个月可以从投资中获得非常多的被动收入，在不需要工作的情况下就可以维持高质量奢侈的生活方式，可以毫无顾忌的换工作，或者是完全不工作，只需要依靠自己的资产所产生的被动收入就足够维持自己下半辈子的生活所需。这个阶段的人是不会因为钱而烦恼的，他们坐飞机会坐头等
舱，他们住酒店会住5星级的豪华套房。这个级别的划分不在于收入，而是在于他们有多少的零花钱来消费。财富自由的第4阶段就是所谓的财务自由了。这个阶段的人，他们的投资回报能够持续的带来很高的被动收入，以至于这个阶段的人可以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情。他们想开法拉利没问题，马上付款都可以；想要有一个岛也没问题，可以马上买。在这个阶段的人，他们买东西已经都不再看任何的价格了，因为他们有足够的钱来支付一切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的银行账户每个小时都在增加收入，这一般只有非常成功的企业家才能做到。而且他们还会经常捐款给一些慈善机构，因为他们有足够的钱去做这样的事情。财富自由的第5个阶段就是绝对的财务自由。一般能达到这个阶段的人都是超级大富豪，例如 Elon Musk、巴菲特、比尔盖茨这些人物，大多数人是达不到这个阶段的。在这个阶段的人，金钱对于他们来说就只是数字而已。他们每天看着收入在上升，他们可以买任何他们想买的东西，所以拥有更多的东西对于他们来说实际上已经不是那么的重要了。在这个阶段，你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你的被动收入就会自动的持续增长。想要把每个月的被动收入全部花掉，也是需要花费一些精力才能做到的。这样想你就知道达到这个阶段的人是有多富有了。达到这个阶段后，能激发你去创造，能让你去实现一些普通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例如 Elon Musk， 他从小的梦想就是移民去火星。当一个人达到了这个阶段，他还会去承担一些社会的责任，就不仅仅是赚钱这么简单了。你知道要如何去计算这5个阶段的财富自由金额吗？这5个财富自由的阶段，他们所需的金额都是因人而异的。接下来你可以根据我的提示来计算一下你所需要达到财富自由的每个阶段需要的金额是多少。第一，列出你每个月吃饭所需的金额，不包括零食，也不包括请客吃饭，只是家常便饭1日3餐所需的金额。第二，列出你每个月的租金以及你房贷所需的金额。第三，列出每个月搭乘大众交通工具所需的金额，例如地铁、巴士、打的士或者是车的保养不计算在内。第四，列出你每个月的水费、电费、物业管理费还有煤气费。第五，列出你每个月最基本的生活用品，例如牙膏、牙刷、沐浴露、洗面奶，这些每日都需要的生活必需品。然后你把所有的这些费用全部加起来，就是你每个月所需的基本生活开销，然后你乘以12，就是你1年的基本生活开销。如果你的资产每年都能产出这么多的被动收入，那你就实现了财务安全这个阶段。你可以用实现财务安全每年所需要的金额除以你的投资年化收益率，得出的就是你所需要投资的本金。直到存到这个数额的本金后，你就可以通过它所产生的被动收入来实现财务安全了。例如小明的每月生活开销是5000元，那他1年的基本生活开销就是6万块，所以要实现财务安全，那他的资产所产生的被动收入就必须达到6万的这个金额。如果小明将存款投资在年化收益率10%的 ETF 里，那么小明想要实现财务安全，他所需要的投资的本金就是他每年的生活开销6万块除以10%的年化收益率。所以按照这样来说的话，他就需要有60万的本金，也就是说小明只要存够60万的人民币的本金，并把这60万的本金投资在10%年收益率的投资工具里，即使小明不工作，他也可以依靠这个投资赚取的被动收入继续的生活下去。那我们现在来换一个年化收益率，来看看小明需要多少的本金才能实现财富安全。如果小明把存款投资在4%的年化收益率的投资工具里，那么6万除以4%就是150万。也就是说，如果小明把存款投资在年化收益率4%的投资工具里，小明需要存够150万才能通过投资产生的被动收入来实现财务安全这个状态。那实现财务自由的第2阶段财务活力需要多少钱呢？那我们之前说过，在财务活力这个阶段，最好是让你的被动收入能比你的基本生活开销多1倍的钱，所以把你财务安全所需的金额乘以2，就是你想要实现财务活力这个阶段所需要的金额。至于财务独立，你认为多少钱才能让你拥有高质量的奢侈生活呢？把它写下来，并且你觉得每个月多少钱的零花钱绰绰有余呢？把你想要的零花钱的金额也写下来，然后把这2者相加，再乘以12，就是达到财务独立你1年所需要的金额。之后的步骤与实现财务安全的部分一样，你可以在不同的年化收益率的前提下，计算出自己需要多少的本金，就可以实现财务独立。我们想要实现财富自由，我们就需要把实现财富自由的数
数字明确的算出来，并且非常明确的知道自己要使用什么样的投资工具来实现财富自由。我们可以把财务安全、财务活力、财务独立分别作为短期、中期、长期的目标。最后我们来计算一下，想要实现财富自由的第4个阶段还有第5个阶段，我们需要多少的钱？想象一下，如果你现在拥有的财富跟比尔盖茨一样多，你想做些什么？然后把这些事情全部列出来，并且把它们具体的合理价格写下来，然后把所有的这些费用全部加起来。一旦你搞清楚了你梦想中的生活需要多少钱时，你会发现达到自己梦想的生活方式，实际上要花的钱比你想象的要少很多。你目前的状况是什么呢？你的目标是什么？你认为自己能实现哪一个财富自由的阶段呢？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财富自由计划，我很好奇你们的计划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想要实现财富自由，我们就必须通过被动收入来达成这个目标。如果你不知道创造被动收入的方法，可以去看看我的这2个视频，里面介绍的赚钱方法都是可以帮你创造被动收入的方法。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财富自由的5个阶段。那第1个阶段就是财务安全，也就是说你的资产产出的被动收入足够来支付你的基本生活开销。那第2个阶段就是财务活力，财务活力的被动收入所需的金额就是比你的基本生活开销多出1倍的金额。第3个阶段就是财务独立，被动收入可以支付你的高品质奢侈的生活，然后你拥有用不完的零花钱。那第4个阶段就是财富自由，拥有足够的钱来买任何的东西，银行账户每个小时都在不断的增加收入。那第5个阶段就是绝对的财务自由，可以买任何想买的东西，不需要做任何的东西，被动收入就会自动的持续增长。如果你觉得这一期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就为它点赞并把它分享出去，然后记得订阅我，这样你才不会错过我之后发布关于金钱的相关影片呢。记得开启旁边的小铃铛，这样我每次发布新视频的时候你才能收到。好了，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让我们下一期见，拜拜。